好，大家众所期待的 iPad mini 第7代终于推出了，那我们今天就来分析所有的规格，还有这些购买指南到底适不适合买。大家好，我是迪恩。那 iPad mini 呢，很多人都在期待到底新版什么时候推出。那现在苹果无预警的上架后，那里面规格看起来似乎有更新一些，但不多。但如果我们去细看细节的话，发现它其实更新的部分，我不能说完全没有诚意，而且对很多在等很多年的人来讲，可能会是蛮值得更新的一台。但如果是前一代的人呢，加上期待那么多年，或许会有点小小失望啦。那距离上次 iPad mini 的更新呢，第一次大改款呢，就在2021年，那到现在已经3年左右。那更新的大概最大的重点就里面处理器的升级啊，支援 Apple Intelligence， 还有新的 Apple Pencil Pro 等等的资源。那我们就先从这最重要的处理器心脏的地方开始讲起。那这次升级到 A17 Pro， 那大家有一点点担心，我自己也有一点点，因为 A17 Pro 呢就在 iPhone 15 Pro 上面使用那颗处理器，但是并不是1:1的转换过来啊，它在核心数上面有稍微差一点点。但不管怎么样，对比上一代的 A15 的处理器来说呢，还是有非常明显的提升哦，毕竟就是差了2个世代。那最大的重点呢，就是要让它可以支援 Apple Intelligence， 因为我们知道苹果 AI 的资源是从 iPhone 15 Pro 之后的机型才有支援。那以 A17 Pro 对比 A15 来讲呢，它在 CPU 上面有30% 的提升，在 GPU 上面有25% 的提升。那同时呢，因为支援 Apple Intelligence 这一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里面的记忆体虽然没有一个官方的数据说它是几个 GB， 但我们知道在 iPhone 上面，苹果说对 Apple Intelligence 最低的资源就是要8 GB 记忆体起跳，所以合理的可以推断，这次 iPad mini 里面记忆体是使用8 GB。这个对比上一代只有4 GB 来讲呢，就是整整2倍的提升。而且这我觉得平常日常使用啊，很多 App 在开启的时候，甚至你在使用一些比较高需求的 App， 可能在做一些简单影片剪辑的时候，都会非常有帮助。那另外一个有诚意的点呢，就是它基本的容量，这是从128开始起跳。那你可以说128应该是算现今比较一个基本入门的需求啊，但同时它也没有因为这样的提升有任何的涨价，所以它起始的价格，我们这边讲美金来讲，它跟3年前的那一代 iPad mini 6也是一模一样。那这次的容量提供呢，就有128、256还有512的选项，所以呢，就光处理器心脏这一部分看起来，我们再去对比它的价格，其实算是稍微有诚意啊。但是这颗处理器，我知道很多人在留言都担心说，会不会它散热的问题也会跟在 iPhone 15 Pro 上面碰到的一样？所以当然，这颗处理器本身的问题，除了机体散热之外呢，还有它稳定性的问题。我们可以试想啊，在 iPad mini 上面，它当然有更大的散热空间、机壳空间，所以理论上它散热的表现会更好。那我们再看回来，其实 iPhone 15 Pro 系列上面，我个人碰到最严重发热的问题，最多是在使用相机的时候。那对比起来呢 ，iPad mini 上面的相机规格，它只有一颗镜头，这个不管是画素上面的规格，其实跟 iPhone 15 Pro 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然后再加上很多使用 iPad mini 的人，我相信也不是以相机拍摄为主力需求，所以这部分我担心会稍微少一点。但我个人还是会比较先观望一下，就是到时候大家实际上手之后，测试它的长期以来平常日常使用的表现是不是稳定的。那下一个我们看萤幕，现在看起来的萤幕其实跟上一代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它的萤幕解析度一样，然后尺寸一样，然后一样没有加入 ProMotion 120Hz， 这点也是有点可惜，但同时我们也可以预料，他们不会在 iPad mini 上面放上这样高规格的萤幕。那稍微可惜就是最高亮度这个还是只有停在500尼特。那很多人在上一代比较诟病的这个果冻效应呢，就在你直摆的时候，在滑动页面的时候会比较清楚看到它的萤幕在滑动这跟动的顺序有点不太一样。那据外媒有一个说法说这一代它可能会改变萤幕的排列，应该会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一点我就先持一个保留态度。那另外呢，在 Apple Pencil Pro 的资源上面，这次支援 USB Type-C 的那一款，还有 Apple Pencil Pro。那同时呢，在 Apple Pencil Pro 上面的悬浮功能，这个在这一次 iPad mini 上面也是有支援。那再我们看到下面这个充电孔，但一样是维持 USB Type-C 啊。那其实上一代的 iPad mini 就已经更新到 USB-C， 但其实它的传输速率上面是有改变的。那上一代它支援是 USB 3.0 的速度嘛，最高传输速度是在5 Gbps。那这次依官方的资料显示，这一次支援速度是在10 Gbps， 对比上一代已经是2倍的提升。所以如果你有在传输一些大档啊，如果你使用 iPad mini 可能是在做一些照片、影片的编辑的话，这些档案你想要依赖有线的方式传输出去的话，那这次它的速度会有很显著的提升。那同时在它无线的这些配备上面，比如说它的 WiFi 也支援到了 WiFi 6E， 那在蓝牙上面也升级到了支援蓝牙 5.3。那我自己觉得使用 5.3 跟 5.0 差别，我觉得它在远距离的时候啊，可能你今天在使用 AirPods 走的稍微远一点的时候，它的连接的稳定性是更好的。那再我们看到背后它的相机，那看起来相机的规格大致上还是1200万画素哦，跟上一代也没有什么差别。这点我觉得稍微是有点可惜哦，因为毕竟隔了3年的升级，感觉起来在相机上面可以稍微提升一点。或许像我刚刚讲的，很少人在 iPad 上面是使用它来拍照片跟拍影片哦，但是不代表说因为它相机规
规格一样，就在拍摄上面不会有改变。因为我们知道先前的 iPhone 其他系列，即使是在相近硬体规格的情况下，只要它处理器有升级，它整个算法演算法也会改变，所以拍出来的色调啊，对比上一代都会有差异。那同时呢，他们这次加入 Smart HDR4那其实现在这个 HDR 的规格在很多的这个社群媒体开始都有资源。我觉得新的 HDR 在拍摄这个对比上面，我觉得它在强光的地方对比一般的场景会更加的自然。那前置镜头一样是1200万画素，它也支援这个 Center Stage 的功能。那其他的尺寸部分，我们看起来规格上面尺寸基本上1:1，它连重量都是一模一样，而且它的续航力看起来也是一模一样。那外观上面，我觉得其他最大的差别应该就是在它的颜色选择上面。那这些选择是太空灰、蓝色、紫色还有星光银。那就很快跟大家分析一下建不建议购买。当然这个升级诚意我觉得略显不足，因为毕竟隔了3年，你外观上面没有升级，但上一代是一个4代大改款了，这一代要沿用一样的设计，我可以接受。但我觉得可能在这萤幕的规格上面、相机的规格上面，可能做更多的升级会更有诚意一点。那再来，我就使用 A17 Pro 这个处理器，你要说好吗？我可能比较期待它可能使用的是 A18，不一定是 Pro 那个处理器，但是是 A18 的处理器。那我觉得不管在这个处理器的良率上面、稳定性上面，可能在我使用起来、长期下来，我相对会觉得安心感好一点。那如果你现在有在考虑要购买这个 iPad mini 第7代的话，那我们大概分析一下5个可能建议购买的点。那第一个就是，如果你就是在等待 iPad mini 这个尺寸型号的升级的话，那基本上你也只有这个选择啊，你也不太可能再去买上一代。但不管怎么样，它也是升级到这个 Pro 等级的处理器了，也不能完全说它没有诚意就是我们稍微观望一下，看它长期表现怎么样。第二点呢，我觉得整个规格看起来，你不管说它的容量的提升到2倍啊，记忆体的提升啊，使用这个处理器，它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的价格是没有涨价的。我们讲美金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价格这个出发点来讲，可能对现在想要观望或者是想要升级的人，可能很怕这一次做一些升级改变之后，然后加上这3年来的一些通膨状况，可能会让它涨价。那我觉得苹果没有涨价，然后里面规格对比上一代一个蛮明显的提升算是有诚意的点。那第3点，我们刚刚讲到记忆体的部分嘛，那虽然官方没有说是8GB，但是因为要支援 Apple Intelligence， 应该最低的需求就是8GB。但是对比上一代的4GB，就算你没有要使用 Apple Intelligence 来讲，我觉得在其他的一些日常使用即使是你文书你要开很多个这个档案啊，或者后面随时要看一些影片啊，或做一些影片剪辑这些特效处理的话，我觉得8GB 的记忆体都会很有帮助。那甚至多 App 开启多工使用，我觉得这个记忆体的部分8GB 非常的加分。但也因为这一点，我可能会相对起来觉得建议不要去买上一代。那第4点呢，支援 Apple Pencil Pro。那我觉得这点在未来性来讲，比如说我们现在家里有更新一些新的 iPad 的人来讲那 Apple Pencil Pro 就是支援未来性的 iPad。那现在的情况下呢，我们可能买一个 Apple Pencil Pro， 那家里有家人想要用这个 iPad mini 的时候，这支笔大家就可以一起支援共用使用。那我自己使用 Apple Pencil Pro 来讲，我觉得它虽然是真的贵，但是它这些功能性啊，还有这些转动啊、这些悬浮啊，那甚至上面触控这些功能来讲，我还是觉得算是非常细腻，做的质感非常好的一支 Apple Pencil。那第5点呢，我觉得一些规格性的升级它会帮助平常在做一些事情无线传输这些部分都有提升WiFi 6E， 那这个当然是你家里的装置也要有支援 WiFi 6E， 但是它也是一个未来性的资源你未来要支援到这样的 router 的时候呢，你知道这台 iPad mini 可以支援，那在蓝牙 5.3 的提升不管在连线速度和稳定性都会更好。那另外我觉得传输口的这个速度提升算是觉得小有诚意了。如果今天这个纯入门的 iPad mini 它要今天停在 USB 3.0 的速度，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毕竟现在 iPhone 16数字系列都还是停在 2.0 的速度，但是这次他们的 iPad mini 并不只有保留 USB 3的速度，还提升到将 3.1 的速度。那如果你有线传输需求的话，这一点算是会非常有帮助。那不建议买的理由呢，我觉得如果你手上是上一代的 iPad mini， 那你平常使用的状况就是可能看看影片、上网，那我相信 A15 的那个处理器使用起来也不会有什么缓慢的感觉。另外呢，如果那些需求情况下，因为这次萤幕的等级没有什么提升，你也不会因为升级到这次新的 iPad mini 7，在这些一般使用的体验上会有什么改变。同时你也没有要使用这个 Apple Pencil Pro 的需求的话，我就会觉得其实上一代 iPad mini 的人真的没有什么升级的必要。好了，总结这次 iPad mini 的更新，我觉得可能要看你的出发点如果你使用的是2-3个世代前的 iPad， 想要再等这次 iPad mini， 那当然我不会跟你说不能去买这一台什么没有诚意什么等等，因为毕竟你说4-5年前、5-6年前的 iPad 看到现在，它还会是一个很显著的升级。但当然了，毕竟隔了3年才推出一款新的让人觉得稍微有点诚意不足萤幕规格这些提升，我觉得都是大家还蛮需要。那尤其同样的价格，你再对比现在很多市面上其他的精品的话，我觉得规格应该可以再更好一点。好，那今天我们就很快分析这个iPad mini 7代的上市，那大家有什么想讨论，也可以在下面留言。那我是彭天，我们下次见，拜。